即將登場的 OPPO Find X10 系列預計會有5款新機，今年會先來 Find X10、X10 Pro 還有 X10 Pro Max。Ultra 一樣等明年，而且還有一款比例非常特別的直立手機。來 Find X10 系列八卦整理，帶大家一起看。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近期除了很多朋友期待的 iPhone 新機即將發表外，vivo、OPPO、小米還有 Honor 都會在9月或是10月陸續推出全新的旗艦機種。那先前我們已經看過了 vivo X500的傳聞，這集就來看看 OPPO 的新機八卦。這次即將推出的 OPPO Find X10 系列一樣會分成2波推出，第一波預計在9月會有 OPPO Find X10、X10 Pro 還有 X10 Pro Max 3款。而且有2款內部型號，分別是 PMW110 還有 PMX110在7月時已經通過中國 SRRC 無線電核准認證。那這一次的 Find X10 系列有幾個很明顯的共同方向，首先就是大電池。那現在流出的工程機資料幾乎都是往8000毫安時這個級距靠攏。再來就是螢幕邊框繼續縮窄LIPO 超窄邊框封裝大角還有4邊極窄設計都出現在測試方案裡面。系統預計搭載基於 Android 17的 ColorOS 17，同時加入更多 AI 大模型功能，另外還有獨立 AI 能源管理晶片的傳聞。所以這一代的感覺不太像是 OPPO 把 Find X9 系列往上加一點點而已，而是想重新把標準版 Pro 還有 Pro Max 的定位全部都往上抬，而且 Pro Max 定位很可能會逼近 Ultra。那大家更期待的 Find X10 Ultra 呢？當然還是會在隔年，也就是2027年的4月左右會推出，而且還有可能會有一款比例相當特殊的機種會一起登場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接下來要分享的都是八卦，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有哪些可能，或是哪些絕對不可能，歡迎看完之後留言一起討論。那我們就開始吧。我們先從 Find X10 的標準版開始。現在相對一致的傳言是 Find X10 會使用6.59寸的 1.5K LTPO 平面螢幕，那這個尺寸就是所謂的 mini 版本，也就是說要讓習慣使用小手機的朋友也有旗艦級的選擇。所以這個版本的觀戰重點就在於到底給了多少頂尖的旗艦配備。螢幕部分，目前傳聞的資訊規格給得非常好，預計採用天馬的面板目前傳出更新率可達到165赫茲，甚至還有另外一個傳聞更誇張，同樣是採用天馬的顯示器，邊框只有0.35 mm， 讓螢幕佔比可達 98.5% 以外，更新率最高支援240赫茲。但這麼高的更新率對於功耗跟散熱都是大挑戰，所以在這麼小機身真的要塞入這麼厲害的面板嗎？所以最後會不會採用這個方案，我們還是要打個問號處理器部分，目前 Find X10 有可能搭載聯發科的天璣9600 Lite， 這款處理器可以想成是天璣9500的超頻版本，因為還是採用比較成熟的3奈米製程。但標準版這是真正值得看的，我反而覺得是相機。不過我覺得這些八卦有一點誇張大家先看看。因為現在傳出主鏡頭將會採用1.1/3寸兩翼像素3000 HPC 感光元件，這個感光元件除了尺寸比較大以外，還採用 BigPix 技術，可以提高HDR 的效果。當然，效果會不會有 Low-Fig 技術更好呢？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但應該會比原本沒有搭載 Low-Fig 技術的感光元件要好一些，這個是確定的。那長焦部分，傳言有2個版本，一個比較保守，是6400萬像素潛望長焦，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比較誇張了用上2億像素感光元件，如果是双2億像素的鏡頭基本上跟上一代的 Find X9 Ultra 只差在10倍長焦望遠了，所以大家覺得標準版就用上雙2億像素，真的有可能嗎？我覺得，我真的要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最後，電池部分，之前 OPPO 其實就很敢給，這次居然傳出搭載8000毫安時的超大電池，而且是放在6.59寸的小機身中。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可能大概可能是7500左右就已經算是很高了不曉得大家怎麼看？看了標準版 Find X10 的八卦，是不是更期待 X10 Pro 有哪些好料呢？
螢幕部分目前傳出會採用6.78寸 1.5K LTPO 平面螢幕，同樣是大 R 角，而且會搭配 LIPO 超窄邊框封裝。簡單說就是正面看起來會很乾淨，而且四邊應該也會壓得非常的窄。處理器部分目前傳出2個版本，一個傳聞是採用2奈米製程天璣9600 Pro， 另一個版本則是認為2奈米9600 Pro 應該會留給 Pro Max。我認為既然都是 Pro 版本的，照理說應該會跟那個 Pro Max 用上同一顆處理器哦。相機部分目前傳出 Find X10 Pro 可能會直接採用雙2億像素鏡頭，也就是一顆2億像素大底主鏡頭，再搭配一顆2億像素潛望長焦鏡頭。如果真的是這樣子，我認為標準版的規格應該會有所差異化。所以 Find X10 真的是雙2億像素的鏡頭嗎？我覺得不太可能啊。我覺得它長焦應該就是採用6400萬像素的潛望長焦比較合理哦。那除了相機以外，目前工程機的版本還傳出會搭載8000毫安時以上的大電池、無線充電、3D 超聲波指紋辨識，還有 IP68、IP69 的防塵防水，另外還有內建磁吸環，還有獨立 AI 能源管理晶片。其中我比較有興趣的是磁吸啦。如果 OPPO 真的把磁吸內建，不用再靠特殊的手機殼，那未来不管是磁吸行動電源、磁吸支架，甚至車用的配件，使用上都會方便很多。自拍鏡頭部分，我覺得也非常的有趣哦。目前傳出有1億像素1:1方形感光元件的版本哦，這個應該是第一款用上1億像素感光元件的自拍鏡頭吧，而且正方形的感光元件，無論是手機拿橫的、拿直的，都有更有弹性裁切。不過，另外也有5000萬像素自动对焦前鏡頭的版本，所以会不會搭載這顆1億像素方形感光元件呢？一樣還是不確定。所以目前看下來 ，Find X10 Pro 最大的觀戰重點，我覺得就是處理器到底是不是用上2奈米製程的天璣9600 Pro， 另外一個就是雙2億像素是不是真的可以成真。再來就是今年3款裡面最高規格的 Find X10 Pro Max， 這台目前的傳聞，我覺得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 OPPO 好像有點玩太大了。先從螢幕來看，目前傳聞會搭載京東方 BOE 6.89寸的 2K 顯示器，支援144赫茲更新率 ，ET 2020廣色域，而且是超窄4等邊設計。不過也有消息傳出 ，Pro Max 可能會用上6.78寸 1.5K 顯示器，這樣就跟 Pro 相同了。所以 Max 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我自己認為啊，用6.89寸的機會會比較高，但相機這邊我真的覺得有點誇張啦。目前最猛的一個版本是直接放上3顆2億像素鏡頭，也就是不止主鏡頭跟望遠鏡頭，連超廣角都是。這應該是第一次超廣角用上2億像素感光元件的手機吧。目前傳聞主鏡頭跟長焦會用上1.1/3寸 HPC 感光元件，超廣角呢則是會採用1.56/1寸 HP5 感光元件，當然也會放上 OPPO 很強大的多光譜感儀器啊。處理器部分應該會用上2奈米天璣9600 Pro， 因為除了性能以外 ，ISP 跟 AI 算力都要夠強，才能處理3顆高像素鏡頭同時產生的大量資料。所以3顆2億像素到底能不能實現？我覺得這絕對是 Pro Max 的最大看點。那外觀部分，目前流出的工程機照片也可以看到，相機模組有繼續放大的趨勢哦。所以，我覺得 Pro Max 真的非常值得期待。跟前幾代一樣 ，Find X10 Ultra 不會跟今年這3款一起推出，而是要等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4月左右。最大差別之一就是處理器會採用高通的處理器，目前傳出會搭載2奈米製程 Snapdragon 8 Elite Gen 6 Pro， 而且會搭配潮汐引擎全域散熱。那記憶體部分可能直接上12GB 或是16GB 的 LPDDR6。儲存呢，則是512GB 還有1TB哦，甚至會有用上 UFS 5.0的傳言。也就是說 ，Find X10 Ultra 有可能會把明年可以拿到最新的硬體全部一起堆進去哦。螢幕部分，目前傳出採用6.89寸 2K LTPO OLED 平面螢幕，採用京東方 BOE X4 面板，解析度是3168×1440，大概是510 ppi 的畫素密度，支援1到165赫茲可變更新率，亮度甚至傳出局部峰值可以達到6000到6500 nits。全畫面的亮度啊，甚至可以達到2200 nits 到2400 nits， 最低亮度還可以壓到0.7 nits， 還有到1 nit 之間哦。另外還有2592赫茲的高頻調光 ，BT 2020廣色域
Dolby Vision， 還有 HDR10 Plus 以及 LiPo 超窄4點邊哦。相機部分目前有很多版本傳言啊，第一個比較保守的版本是採用2億像素的 Optic 主鏡頭，搭配5000萬像素超廣角、2億像素的潜望長焦，再加上一顆5000萬像素10倍光學長焦的望遠鏡頭，其中10倍超望遠目前傳出三星的 GNB 還有華為的 OV51A 啊。2顆感光元件之間在測試啊，尺寸大概都是1.95分之1寸，而且還支援望遠微距。那另外傳言我覺得比較可信啊，我也比較寧願相信這個版本。主鏡頭可能是1.12分之1寸2億像素三星 HPA 感光元件，而且還搭配偽雲台哦。那3倍長焦可能會用上1.3分之1寸2億像素的 HPC 感光元件，超廣角呢就是用上1.56分之1寸2億像素 HP5 感光元件。沒錯，就是跟前面提到的 Pro Max 很接近，不過主鏡頭改成更好的 HPA。那10倍超望遠呢，则是1.95分之1寸5000萬像素的三星 GNB 感光元件。那前镜的部分跟 Pro Max 的傳聞相同，採用1億像素1:1方形的感光元件。電池部分就更有趣了，目前至少看到有7800、8000甚至8500毫安時3個版本，所以到底是哪一個我真的不知道。但這台明年才會推出啊，所以這些超級完整的數字，我覺得看看就好了哦。最後來一款我覺得有點微妙的手機，就是 Find X10， 傳言會推出寬版直立手機，會跟 X10 Ultra 同樣在2027年4月推出。那這款手機你可以想象成有着滿版螢幕的 Galaxy Note 第1代，或是以前流行過的 Phablets。目前傳出會採用大約6.4寸的寬比例螢幕，主鏡頭呢會採用2億像素大尺寸感光元件，再搭配潛望長焦，而且一樣會有哈蘇影像技術。我是覺得啊，為什麼 Phablet 紅一陣子之後直接消失在市場上，也就是滿版手機的出現，讓大家覺得大螢幕也可以單手握持操作，所以它就慢慢不見了。我認為還有少數朋友會喜歡用這樣的手機。目前最接近的應該就是今年推出的寬版的折疊機，但寬版折疊機的價格真的有點不太親民啊，所以寬版直立手機才會再次出現。當然價格一定親民很多，所以如果真的有寬版直立手機，大家會想用嗎？這些八卦看下來，我覺得這是 Find X10 系列最有意思的是 OPPO 好像真的準備把以前 Ultra 才有的東西一路往下放。標準版開始碰 Pro 版開始碰 Ultra， 甚至 Pro Max 直接傳出3顆2億像素鏡頭，產品定位真的會變得非常的有趣。當然，現在距離正式發表還有一小段時間啦，尤其是很多規格都是工程機方案，最後能留下多少還不知道。但如果有一半成真，我覺得今年的 Find X10 系列就很值得期待啦。以上就是 OPPO Find X10 系列的八卦報道，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些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們下期見嘍，拜拜。